这不是日本的旅游签开了吗？就刚才一个国内的老大哥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小伙啊，我这准备去东京找你玩去，然后就开始各种畅想来日本的打算，尤其是想吃日本的铁板烧，说他觉得国内去过的店好像都差点什么，日本的怎么这么好吃？好，我这儿听着说话我都插不上嘴，好容易等这位大爷说累了，我说挺好，可您回去得隔离啊，你不嫌麻烦啊？啊什么？回国还得隔离啊？那算了，再等等再说吧。我还是先下楼弄份天津铁板烧去吧。帮他给挂了。我这琢磨了半天，摊煎饼去了。不过确实啊，在日本料理里边，这个铁板烧也是我很爱吃的一类。让他这么一聊，把我这个馋虫也给勾起来了。今儿太晚了，我这儿也没有天津铁板烧，但是我可以先开开这机器，跟您聊聊这日式铁板烧它为什么好吃。铁板烧很多人都吃过啊，一个跟吧台似的桌子，比吧台要宽，对面站一位厨师大哥，然后你坐在这边，他那边是一个能加热的大铁板，其实也不是铁的，合成钢的。您这边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桌子，随着坐，你这随着吃，挺有意思。有人说这个铁板烧是15世纪西班牙人发明的，说什么大航海嘛，那些水手在船上没事干，没事就钓个鱼呀，捞个虾呀，然后跟这个铁板上烤着吃。后来才传到日本被改良什么，反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弄得我老觉得这帮水手好像不是去冒险，就跟开了游艇去度假似的。个人认为啊，这个说法不太靠谱。铁板烧其实在日本出现也是这几十年，肯定没超过100年。您想啊，那么厚的铁板要做吃的，首先它费火，大量的燃料烧了半天，刚把这个铁板给预热了，还什么都没吃着呢。在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15世纪，还是在远洋的船上，这个事儿挺难想象的。再一个，它需要高温持续稳定的加热，你听这仨词儿啊，高温持续还得稳定。所以在煤气或者电加热出现之前，这个事儿应该是挺难实现的。只是说用一块铁板加热食品的话，那咱们天津铁板烧也出现600多年了，这不应该算。这就谈到了铁板烧好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它那块铁板。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那个构造其实特简单啊，跟那个摊煎饼原理一样，下边是一个加热的热源，上面一块铁板。但这个铁板它很厚啊，咱们一般家里边炒菜锅那个锅底的厚度只有几个毫米，可这个铁板最少是1-2厘米左右。评价一块铁板对于美味的贡献，相关的技术指标只有2个：热传导率和蓄热性。简单的说啊，你要在家里边做饭肯定有经验，有一种好吃叫做外焦里嫩，它需要什么呢？就是一个比较高的温度，稳定的连续加热。就好像说为什么咱们炸东西要想好吃，你得炸2遍，油温升上来，这东西一下油锅，油的温度立刻就降了。所以一看差不多第1遍炸定型了，赶紧捞上来，把这个油再次升温，再下去复炸1遍，这个出来才好吃。所以铁板烧那块铁板材质本身的导热性如果好的话，那在热传递的过程中它损失的就小，它有足够的厚度才能存储大量的热能在里面，源源不断的给上面的食物加热，保持在烹饪过程中稳定的提供一个需要的高温度，在短时间之内让这个食材充分的焦糖化反应、美拉德反应，让里面的营养成分转化，生成带鲜味的、带香味的物质。这个食材最外面的一层迅速收缩，形成酥脆的口感的同时，把里边的水分锁住。一口下去，外壳焦香，内核爆浆。这就谈到了第2个好吃的原因，食材也要棒。
铁板烧的食材啊，一般就是时令蔬菜、水鲜海产、各种肉类这么几种，穿插着它可能还给您弄点炒饭，做点小吃什么的。最有代表性的食材肯定是和牛。我印象里啊，好像铁板烧的店一般最后一道菜都是和牛。当然实在不吃的人可以换成别的，但我个人认为和牛和铁板真是绝配。你想啊，和牛的特点是什么？脂肪渗透到肌肉纤维里边，而且分布的还特别均匀。日文写成叫霜降啊，就好像在这个红色的肌肉上边降下一层白色的冰霜似的，好看也好吃。这种脂肪的分布是和牛基因里边特有的，这个基因加上后天饲养过程中各家牧场的这种绝招，所以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是顶级的。而且您别看和牛有这么多的脂肪，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油酸的成分特别的高。我看有文章说能占到55%，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吃完了对人体相对健康，最主要的是这个脂肪的熔点特别的低。据说呀，一块和牛肉用手一摸，靠人的体温就能把这个脂肪给融化了。所以这样一块肥美多汁的牛肉往热腾腾的铁板上一放，听着那个牛肉的滋滋声，一会儿功夫就看外边形成了一个酥香的焦褐色，里面的脂肪呢都融化成了肉汁儿，而且在美拉德反应的作用下，蛋白质分解合成，变成各种甜味氨基酸、鲜味氨基酸，就是复合味道的那种鲜，还带一点微甜的口感，当然还能闻到烤肉独有的那种香味儿。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全都得到了享受。难怪我们那大哥那么馋这口，说的我都有点饿了。我们继续啊，上面这2点就足够了吗？我觉得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上面这2点都做到了，最多拿60。就餐时的场所，给你烹饪的这个厨师和你一起去吃的人等等，这些在吃以外的同时正在发生的这个环境才是更重要的。刚才说的这些味觉、嗅觉，这些其实只是通过我们的眼睛、鼻子、舌头、耳朵在收集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并不产生一个好吃或者难吃的结论，它只是单纯的收集完了之后汇总到大脑。那同时大脑呢还要根据所处的环境信息，我在哪儿，我跟谁吃，谁给我做的等等，这些环境因素会使我们的大脑对收集过来的这些一手数据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加工，类似于一个打分机制，进一步的给它加分或者减分，最终的一个综合判定的结果才是好吃难吃，好吃的话到什么程度，难吃的话到什么程度。这么说有点抽象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同样一道菜，您在餐厅里边吃和打包回家吃，味道可能感觉完全不一样。再比如说我是北京人嘛，您要是问一个北京人这炸酱面哪儿的最好吃，我估计得有1半以上的人告诉您我们家自己做的最好，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样的例子很多啊，就不一一举了。所以我认为一家日式铁板烧的关键，除了说你做菜的硬件过硬、食材过关之外，能不能塑造出这样一个良好的就餐环境，才是能不能最终征服客人胃的胜负手。我就说说我最喜欢的一家店吧。先说他们家那个建筑啊，核心部分是从日本一个什么地方移过来的几百年的一个老房子，在那边一件一件的拆成零件，一边拆一边拍照绘图什么的，搬到这边来原样再装上，这样整个店就有历史沉浸感啊，古香古色。当然根据需要也扩建了不少，但整体风格一点都不违和。再配上外边一个日式的庭院，让你从一个车水马龙的钢筋水泥森林，好像一下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就像陶渊明写的那样，结庐在人境，如车马喧，那种感觉。然后店里面你要去的人多，比如说商务宴请，有大房间可以进；说和爱人约会，有小房间；闲闷的话也可以做大厅。
一个巨大的吧台，人多看着热闹。总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就餐空间。吃完正餐之后，还会给你带到另外一个专门喝咖啡吃甜品的区域。小桌子不大，但是咖啡小点心刚好能摆下。小沙发也不大，但即使是个胖子坐着也能很舒服。每一组客人之间的距离也不大，但是聊天的私密性足够，而且不会互相影响。旁边是一扇窗户，一歪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日式庭院。吃饭的时候呢，主要是享受美食。饭后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可以喝着咖啡和朋友聊聊天，那感觉很棒。按照医学专业来讲，这个时候人的大脑正在分泌多巴胺、催产素之类的幸福荷尔蒙，直接把幸福感拉满。再说说给你做饭的人，这个厨师肯定是日本人了。这个时候如果日语能交流，或者说旁边有一个靠谱的翻译的话，绝对能让这一餐又加上不少分数。跟厨师之间的交流啊，除了什么忌口啊、食材的火候之外，厨师会给你讲这个食材为什么要选它，它哪儿好吃，怎么吃最好吃之类的各种信息。我刚才给您讲那些什么和牛熔点低，这都是厨师告诉我的，我也没机会去摸生牛肉啊。这就好像眼前站着一个现场版的吃播一样，很多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经他一说可能就会成为亮点。就好像您去一个有历史积淀的地方旅游，比如说吧，去西安看兵马俑，有没有一个好的讲解员，完全是两种体验。没人讲10分钟就转完了，因为什么也不懂，走马观花。有人讲解1-2个小时都没问题。好像袁腾飞老师他们那个游学团现在就干的是这种事儿。说远了啊，回来还是说我这个。比如说和牛就着山葵，就是俗称的那个绿芥末呀。和牛和山葵搭配在一起吃会特别的香，这个每家店都这么做。但我们那次去吃的时候，跟厨师聊天嘛，就问说你有什么推荐的喜欢的吃法没有。然后我们那厨师就跑到后边拿了一点新鲜的山葵叶子，下边那个根儿啊用来磨绿芥末，上面那个叶子拿过来，就好像咱们去韩餐馆用那个苏子叶卷烤五花的那种吃法。用这个山葵的叶子包裹刚刚煎出来的牛排，那个味道啊，你看我现在一做视频一下就能想起这事儿来，简直是意犹未尽，记忆犹新。类似这种沟通也绝对会给这顿饭加上不少的分数。另外除了厨师以外，从门口停车的保安到进门接待的服务员，服务的标准化属于标配，这个不提了。你永远可以看见他们挂在脸上的笑容，而且那种笑容会让你觉得很真诚，就好像在说这么多的竞争同行，感谢您能选择我们，感谢衣食父母，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等你要离开的时候，餐厅里负责接待你的那个人，大堂经理，反正有过交集的能有点时间的人基本都会送出来，就像你过年家庭聚会结束去送亲戚朋友一样。在门口包括帮你停车的大叔，他们会站成一排，就在你的车拐弯马上要看不见的时候回头看，在门口有一排将近90度鞠躬的人还在那里。所以开头我们那位大哥说他去过的国内的日式铁板烧好像总是差点什么，那我想差的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可能还没有被整合进去的部分吧。好了，这期就聊这么多，我也饿了，我们下期再见。